我看你今天没怎么说话啊。舅舅今天给你开启蒙宴，你才是主角，我说那么多话干什么？我感觉你有点不太开心。没有，倒是我觉得你跟之前比好像不太一样。我一直都这样。啊，是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老婆。变了就变了，有什么打紧的？隔壁老王变了，楼上老张变了，跟你又不搭嘎。姐，哦，我们两个人今天跟葛玉他舅舅吃个饭，聊点工作上的事情，所以就没事。那我先回去啊。你先过去吧，一会儿就过来。行。这样好吗？你要是想拉业务找我呀，我会帮你的。谢谢你啊，不过不需要。你是真的喜欢顾星吗？我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还有一点，我随我爸，就是家庭观念比较重。我不希望我的家庭成员再出任何问题。他有老婆有孩子，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。我保证你1年之内，你每个月的业绩都冲在前面。1年之后，我相信凭你的实力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下家。我请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。再说了，你家庭观念这么重的一个人，你就不怕我把事情抖出来，闹得家里鸡飞狗跳吗？闹得鸡飞狗跳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当然了，只是给你一个建议，听不听随便你。都在这儿。好的，任务完成，撤。是不是因为我长太好看了，没人敢追呀？干嘛呢？猴子，小心霹雳棒！快跑，快跑！你在跟谁说话？等一下啊，我回个信息。那有房有车，缺点是不喜欢他。我公务员，上海户口。是。姐，你是干嘛呢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今天有点莫名其妙的。你说，我也不是很喜欢小丁，居然答应去跟他看电影。他在我这边，其实就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不了多少的，而且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奇怪吧？你刚跟姐夫谈恋爱的时候，不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的？那后面熟了就好了。那不一样啊！我跟你姐夫在一起，那我心里面是有那种突突突突跳的感觉的。那你不跟人家尝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不能突突突跳啊？你说句实话啊，姐，这个小丁可比姐夫条件好多了。我知道呀，我正在掰手算他的条件好呢。我想着自己30多岁了，也要为后半辈子做一个打算，但是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。我觉得好像又倒退回去，20多岁的时候，我把自己嫁给一个上海男人，一辈子依靠在他的身上。我现在30多岁了，我还这么干，那不是活回去了？你还会进行自我拷问，我就觉得前途一片迷茫。你都业绩冠军了，你还迷茫啊？两码事。怎么两码事啊？只要你好好努力干，将来不会比顾青玉差多少的。我不跟他比。早点睡吧，姐，我洗澡去了啊。
大宝。该起床了。我不想去上班，我就想跟你一直赖在床上。我也想跟你赖着。哎，咱俩打个赌吧。谁先起床，谁就输，输的罚亲对方100下。怎么样？哎呀，爸爸，我今天上午跟别人约了个会，我输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学坏了，你这是故意的。你去上班吧，我再睡一会儿。那我先去洗了。阿姐，谢谢你给的建议，不过我不需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不了解我，正如你也不见得完全了解你老公一样。你弟弟娶了个外来妹，你嫁的也不是社会精英，大家彼此彼此。是金马观众主持人施源。你怎么不洗啊？我现在就去洗。老公，你那笔欠款是全部都还清了，对吧？还清了，怎么了？就是随便问问。那你现在还在打别的零工吗？有时候还有些翻译的工作。除了翻译呢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基本上没了。怎么了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就是怕你太辛苦了，身体吃不消。那既然债务都已经还清了，那你以后那些零工就别打了吧。我的人生目标总不能光是还清债务吧？我走了。拜。哟，待遇不错呀。拜拜。太太亲自接送啊？三姐儿，干嘛让自己的先生那么辛苦？他这一天挣的钱还不够你买化妆品的呢。哼，啊也对，不是为了钱，是夫妻间的情趣。Jackie， 你知道为什么你越混越差吗？因为你嘴太贱。对，不能冲动啊！冲动是魔鬼，要冲动，你们回家冲动去。别着急了啊。喂，顾总，查理高来了，
脸色不大好。啊，你跟他讲，我一会儿要开会，可能没空见他。这个项目是清风的沈总亲自点的爱蒙，他要是有什么意见，你让他找沈总。他是来找赵总的，赵总说让你也过去，在他办公室。哦，知道了。进来。查理。赵总，您找我啊？坐吧。Sandra，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没想到你在背后摆我一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凤营的计划书，就会知道他们的底牌，那就方便多了。这个我试试，但不能保证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和Sandra是多年的朋友，我当然不会出卖他。这男的是你老公对吧？Sandra，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明面上说是要把项目推荐给我，先让我领你这个情，然后呢，背地里又跟艾蒙在那里暗通款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你觉得以我现在的位置，我需要左右逢源去讨好艾蒙吗？还冒那么大的风险？你不能凭着一段来路不明的录音，就一口咬定我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吧？好，那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月一家叫伟业的贸易公司，往你老公的户头里面转了50万块钱，而这家伟业贸易公司的法人叫卢红，是 Cindy 的姐姐。很明显，这50万就是 Cindy 给你老公的酬劳，这还不够清楚吗？查理，你觉得我是缺这50万吗？你当然不缺这50万，但是你老公缺，他不光缺钱，还缺好的工作、好的机会，所以你就给他设下了这个局，想用清风的合同变成他的投名状，好让他去跟他的主子邀功，早点上位，早点飞黄腾达，这样他才能配得上Sandra你，而不至于被别人说成没本事、吃软饭。我算是明白了，Sandra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好大的一盘棋，不是为了区区50万，更不是为了讨好谁。在职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你，风生水起，什么都不缺，但唯一的缺憾就是你老公不够优秀，所以为了替他铺路，你才会铤而走险做出这样的事儿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反正我已经向清风跟银保监会都写了投诉信，这次你们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 MGQ 不要欺人太甚。查理，清风药业已经跟我们取消了合作，还有艾蒙。都要见家长了，姐，好事情哦。好什么呀？我这心里面啊，我告诉你，一点都没有准备。你这有点矫情了，人家可是真心实意在等你呢。这次也是挺奇怪的，你看他这么有钱吧，可是我一点都不着急，还真不是我矫情，他自己都说我一点没有生破他的迹象。那你怎么说？
我说什么？我说我这个年纪不适合生父。生父还分什么年纪啊？姐，你太秀气了。早饭还没弄好，快点了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喂，爸爸。星期天还那么忙呀？我刚去打了一场网球，现在累得浑身骨头都快断掉了。叫你回来吃饭，又不用你动手，回家吃现成的，你还能累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你还不高兴回来？哎呀，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我就想回家睡觉。现在请你回来吃顿饭还很难的嘛？你要不要我亲自给你送个请柬过去啊？赶快，收拾好，赶快回来啊！小孙啊，喝茶喝茶。哎，好的，顾叔叔。青宇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小孙的妈妈呀和我以前是同事，当年在学校的时候，我教语文，他妈妈教英语，从高1到高3带了好几届的。啊，哎，小孙，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哦，她挺好的。对了，今天出门前呀，还特别嘱咐我，一定要给您带好。哎呀，这个小孙呀是在浦东机场工作，那个叫空管中心啊，空管中心主任，哎，绝对的技术型干部，厉害吧？啊，厉害的。顾叔叔过奖了，我那个就是一个熟练工种，和顾小姐不能比。哎呀，不好叫小姐的，你们年龄都相仿，差不多的，以后啊就直接叫名字。好，那我就叫您青鱼吧，好吗？啊，没关系的，叫我什么都可以。小孙啊，哎，你们那个空管中心这每天做什么呀？这说到我们的工作呀，每天面对的就是一个大屏幕。这大屏幕上呢，它有很多的黑点儿，一个黑点儿啊，代表一架飞机起飞的、降落的，密密麻麻的，所以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干不了我们这行，压力特别大。顾叔叔，很多人都认为啊，这个天上它就是空荡荡的，对吧？其实不然，地面啊有地面的交通，天上呢有天上的航路，分的也特别细，只是没划线而已。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？一，仪器的报警；二，飞行员的自我观察；三，那就是屏幕前的我们。哎呀，所以平时我们看着这些大屏幕啊，看着这些黑点，一会儿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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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一会儿聚在一起了；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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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一会儿散开了。滴滴滴滴滴，一会儿又聚在一起了，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，又散开了。哎，这个心脏啊，跟着这扑扑腾腾跳的不停，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也干不了我们这行。爸爸，我待会儿有个电话会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哎，青宇啊，这正好，小孙呢，你们就一起吧。顾叔叔，我进咱们小区的时候，我看绿化做得特别好，我想请青鱼带我参观一下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了，是吧，青宇？没问题啊。那一起啊！我走了，奶奶。哎，好，再见，顾叔叔。好，再见。给妈妈带好啊！哎，好嘞，再见啊！哎，青鱼啊，你平时都喜欢什么消遣啊？我吗？就看看书、看看剧、打打网球、看看电影什么的。哦，你喜欢看电影？那太好了，改天我约你一起看电影吧。啊。哎，不过我最近特别忙，因为我最近失业了，工作特别难找。啊，那没事儿，你再忙也得吃饭的。这样，我们就在你家附近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你随时可以回来继续工作，一点时间不耽误，可以吗？啊？哎，小霞。哎，我不是说好让你在家里等我的吗？你怎么那么着急，这么快跑下来了？这位是？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爸爸同事的儿子孙先生。对，这我男朋友展翔。Hello, I'm 展翔. Nice to meet you. Can I help you? Sorry, 那个青宇啊，
啊？我刚想起来机场还有点工作啊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你赶紧去吧。哎，走了啊。大门在那边。哎 ，Nice to meet you。什么情况？啊？什么情况？这谁呀？我爸给我介绍男朋友。你爸老跟你介绍对象吗？最近第几个了？你什么老？第一个。就是怕我嫁不出去呗。哎，刚才我这样没事吧？你爸不会骂你吧？哎，你刚刚那几句英文真的说的不怎么样，是不是把你会的英文全都说了？那还有好几句。I miss you。从来没试过这么紧张啊！没事的，不用紧张，肯定能成。能成的，能成的。拜托诸位，把气给我打足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亚苏，写好了没有？哦，写好了。哎呦，你写字真漂亮。老板，这样我能成了吗？能成，你放心。这么有诚意啊，就算是3口百会，也马上同意。承你吉言，成了。我带你去见3口百会，再多点气球。好嘞，好嘞。自己丢人还不够，还要把我拖着，真是。你懂什么？你说古代哪个公子他出门不得带着家丁和丫鬟呢？啊，我现在就你一个人帮忙，你一定要给力呀！啊，我从10岁开始就没有干过这么幼稚的事情。行，我的步骤你听好了吗？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，我说千羽到阳台来。这个时候你就撒手，懂吗？千羽到阳台来，一撒手，哎，刚好他一出阳台就看见这个。哪句？千羽，请到阳台上来。谁呀？怎么这么缺德？什么人啊这是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你这多危险啊！你这是高空抛物，你知道吗？砸到人头上是要死人的，你懂不懂啊你？搞什么情怀啊？去包一个5星级酒店啊？什么鲜花、气球啊？随便你们怎么搞。这是住宅区，这么多老人孩子，要是有什么事儿怎么办？你是要坐牢的，懂不懂啊？他是业主吗？你们物业怎么搞的？都不是业主还放他们进来，每个月3000多的物业费，就享受你们这种服务啊？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。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吧？来，您先给我过来，先过来。你刚才看他们有没有在拍我们的视频呢？啊，没被拍下来吧？我都不想跟你再讲话了，展霞，真的丢人丢到家了，从来没像这么丢人过。我也是脑子有病，我搞来搞去，你看搞得鸡飞狗跳，像什么样子呀？阿姐也是，怎么突然就跟石原离婚了？难不成石原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？离得这么快，这么干脆？做司仪？这小子跑到别人婚礼上去当司仪，听说还到台上去讲黄段子，是不是 low 啊？最可恨的是，他还偷了千羽的电脑里的资料，给了自己上司，换来了自己升官发财，太损了他！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我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那做司仪这个事情，谁告诉阿姐的呀？那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有人拍了视频发给你姐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有话要问你。没错，视频是我发给他。
么想的？我不是让你删了吗？我就是想告诉他别瞧不起我们。哎，你看看他自己找了一个那么低级的老公，他也高级不到哪里去。这是两码事情，什么低级高级啊？我最恨别人把人分成3、6、9等了。我们还没有吃过其中的苦吗？什么本地人、外地人啊，混得好的、混得不好的，城里人、乡下人啊，工资待遇高的、工资待遇低的，家里背景好的、背景不好的，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啊，是不是？姐，我就是想出口气嘛。但是出口气不是这么出发的，你这么出气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我们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是不是生意不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这样的，人生嘛，起起落落，有高有低。你说的轻松哈，放宽心。每个人都有烦恼。得，我都懒得说你真的。哎，你说你每天闲的，你的追求是什么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？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啊？